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住所遭搜查一案持续发酵。8月8号，美国执法人员搜查了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发生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对前总统的家进行搜查。根据随后公开的搜查令内容，执法人员共搜出了11份机密文件，其中一部分是被标记为绝密的最高机密文件。根据美媒商业内幕新闻网站报道，曾为特朗普弹劾案提供辩护的美国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日前表示，现在美国大多数的知名律所不敢接特朗普的案子了，因为这不仅可能让他们失去很多客户，而且官司还不一定能打得赢。这位历史上最非典型的美国前总统，此次将面临怎样的指控？这一次他又是否能躲得过法律制裁呢？8月23号，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海湖庄园一事又有新进展。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位联络人披露，根据该机构5月10号致特朗普代表律师的信件显示，美国国家档案馆1月份从海湖庄园取回的15个盒子中，发现了700多页机密材料，其中一些带有特殊访问计划标记，表示最高级别的分类。截至目前，政府已经在3个不同场合取回了高度敏感材料。一组文件在1月份由国家档案馆协助，一组在6月份送交司法部，另一组在2周前被联邦调查局搜查。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涉嫌的3项联邦罪名：违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和对政府记录进行非法处理。一位与特朗普核心圈子关系密切的律师表示，他们认为特朗普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刑事诉讼。如果列举的3项罪名都成立，特朗普最高可以被判处33年监禁。而本次 FBI 对特朗普海湖庄园搜查案最大的争议在于该搜查令是否合法。此前，包括 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一众主流媒体的代表律师向美国联邦法院寻求将宣誓书和其他与搜查有关的记录公开。宣誓书是司法部提供给法官的文件，用于申请对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的搜查令，证明申请搜查令是合理正当的。搜查令的签署者西棕榈滩的联邦治安法官布鲁斯·莱因哈特表示，他将在本周4决定是否将宣誓书的删节版公开。然而，司法部却对此表示反对。司法部争辩说，宣誓书含有高度敏感信息，事关证人和其他法律要求保持密封的信息。当地时间8月20号，据国会山报报道，特朗普正在考虑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任命专人来审查联邦调查局上周在搜查其海湖庄园时获得的证据。特朗普的首席律师詹姆斯·托斯蒂表示，一项与第4修正案有关的重大动议将很快提出。第4修正案规定，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有分析认为，这是特朗普向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正式宣战。此前，加兰曾表态，搜查令是他亲自同意签署的。First, I personally approved the decision to seek a search warrant in this matter. Second,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take such a decision lightly. 对于公众的知情权等等，这个当然法官也会做一个评估，所以最后究竟会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并不知道。那也许法官就说，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公开，或者是法官说要公开，但是之前他要把大量的，比如说涉及到人名，或者是牵涉到国家机密的这些方面，可能要把它删去，或者是用那种黑色的东西把它遮起来。那样的话，非常有可能这个证词的这些部分，因为它是很多页的证词，那就变成全部都是这个用黑色遮起来，那就变得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法官当然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司法部的反对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今年2月，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就已经怀疑特朗普在卸任后取走了机密文件，并与特朗普团队就文件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沟通。据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多位消息人士称，最初特朗普方面认为告密者是在3月左右辞去职务的特朗普私人助理尼古拉斯·卢纳，或者特朗普任总统期间的白宫前运营主管莫里·迈克尔。但是美媒报道，有2名高级政府官员透露，FBI 搜查特朗普海湖庄园主要基于一名线人的消息。该线人知道特朗普拥有机密文件，同时也确切知道机密文件的位置。而据 FBI 搜查时在场的特朗普律师透露，FBI 只去了特朗普的卧室、办公室及储藏室3个房间。联邦调查局搜查人员还知道特朗普保险箱的具体位置，并且取走了一个皮革装订的盒子，这让特朗普开始草木皆兵。
在 FBI 离开海湖庄园后不久，在特朗普周围担任日常职务的顾问团人数减少，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告密者就是特朗普的家人。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内奸很可能是特朗普的孩子或者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因为只有家族成员才会知道保险箱的位置。If you have a safe in your property, in your home, wherever, in your office, who knows about it? Well, you certainly don't advertise it. You don't come on. So who would actually know this information? Family. Because Donald, remember something, Donald doesn't trust anyone. The kids would know, and, through association, if Ivanka knows, Jared would know. 与特朗普家族长期不和的特朗普侄女玛丽·特朗普，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将矛头指向了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他提到，在离开白宫6个月后，贾里德·库什纳从沙特王储领导的一个基金获得了20亿美元的投资，该基金是特朗普政府期间的亲密盟友。这笔投资显然存在问题，因此贾里德很有可能是为了给自己脱罪而与 FBI 做了交易。Jared got $2 billion. We needed to look very hard at why he has been so quiet for so many months now. A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o could also be implicated in this that would need as big a play as turning Donald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rouble, or at least to mitigate the trouble they're in. It sounds like somebody in Jared's position. 吊诡的是，近期库什纳突然清空了8月17号以前的社交媒体内容，并且发文称，能在特朗普总统手下为美国民众服务4年，是我一生的荣幸。随后，库什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2张与特朗普的合影照片。第一张拍摄于2015年，特朗普正式启动竞选活动之际。库什纳还给第2张合影照片再次附文称，为特朗普工作是我一生的荣誉。不过，对于谁是线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白宫记者杰奎·亨里奇在推特上称 ，FBI 内部人士称，线人很可能来自于负责保护特朗普安全的美国特勤局，因为 FBI 获得刑事搜查令前，必须确定具体物品、物品的具体位置和在特定时间点时，该物品必须位于该位置。鉴于特朗普身边常年被支持者和特勤局执法人员包围，后者更可能成为线人，向执法人员报告违法行为。实际上，特朗普与 FBI 的恩怨情仇自他担任总统以来就一直持续上演。2016年，由于 FBI 前局长詹姆斯·科米对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调查，对特朗普竞选构成了利好，因此特朗普对 FBI 赞誉有加。为此，特朗普就任总统2天后，在致谢执法人员的白宫招待会上与科米握手并拥抱，并对科米说：“你比我还有名。”但是好景不长，特朗普上任4个月之后，科米开始介入特朗普通俄门调查。2017年5月9号，特朗普突然解除了科米的职务，认为科米无法有效领导 FBI。而 FBI 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是特朗普解职科米之后亲自任命的，而正是这位局长执行了对特朗普海湖庄园的突击搜加。更有意思的是，克里斯托弗·雷下令对特朗普的搜查所依据的，恰恰是特朗普任总统时用来搜查希拉里而通过的保密法。对于总统卸任之后与其本人相关的机密文档应该由谁保管，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水门事件之后，前总统尼克松花了近4年的时间，争夺迫使他辞职的数百万页总统记录和数百小时录音带的控制权。尼克松最初与福特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让他得到了对自己文件的控制权以及销毁他们的能力。但这一争议导致了1978年国会通过了总统档案法。该法案首次明文规定，白宫记录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而不是归创建这些记录的总统。然而，特朗普私自取走加密文件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纽约时报》报道则发文推测，特朗普有囤积癖意。特朗普的3名顾问说，当特朗普被国家档案馆敦促归还数箱文件时，他一再表示他们是我的。根据他的幕僚透露，特朗普会把各种纸张，包括敏感材料、新闻简报和其他各种物品扔进纸板箱，无论走到哪里，贴身侍从或者其他私人助理会带着这些纸箱跟着他。此外，特朗普对机密文件似乎缺乏概念。根据白宫助手的说法，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非常喜欢炫耀自己能接触到的机密文件，包括不同国家领导人的来信。他经常向来访者挥舞这些信，让他的顾问们感到紧张。其中一些信件被特朗普带到了海湖庄园。2019年，一次当情报人员在给特朗普做简报的时候，展示了一张伊朗火箭发射失败的高分辨率敏感照片。
特朗普闻讯大喜，并随即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和国家情报总监表示：“我想发到社交媒体上。”尽管官员们极力阻止，但特朗普还是与他当时的6300万粉丝分享了这张照片。按照总统档案法，总统不仅不能拿走机密文件，也不能随意销毁文件。但是特朗普对此却表现得毫不在意。据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有撕纸的习惯，他撕碎的文件从日常文件到机密材料都有。他还经常把碎纸片随手扔在地上或垃圾桶里，官员们只好把碎片整理好粘在一起，重新制成文件。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还会把碎片扔进马桶，这偶尔会堵塞白宫的下水管。特朗普私人庄园遭搜查之后，他的私人律师、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炮轰拜登政府此举，打破了美国240年以来的先例。他警告称，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搜查拜登的每一处房子。这似乎是间接宣示了特朗普会出战2024。在早期的民调中，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近50%。特朗普似乎要赢得提名也并非难事。那么，这个质疑过大选结果、威胁要解散北约的男人，究竟是否会再次参与竞选？上任才1年半的时间，不到任期一半，但支持率跌到30%的拜登，还能否挽回局面呢？一起来洞察关键。除了海湖庄园被搜家，特朗普正面对的还有一堆麻烦事儿。国会山骚乱事件听证会告一段落，特朗普担任总统时的各种不堪和不当被不断揭露。8月上旬，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开始对特朗普商业帝国可能涉及的犯罪行为的调查，紧接着就爆出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认罪，特朗普可能被起诉的消息。随着特朗普被卷入的弊案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确凿，他本人甚至可能因此而坐牢。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教授认为，从事发时机和客观结果上来看，也说明其中不乏政治考量。联邦调查局这个搜查令，事实上客观上给大家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民主党为了阻止川普，这个先下了一个先手棋。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川普能不能当选，哪怕是把他比如说这个被判他有罪，即便被判他有罪，也不会影响川普的支持者对他的支持，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这次说因为说把这个一个前任总统宣判他这个违反了这个间谍法案，甚至能变成一个叛国的，这个对美国对于川普可能是一个打击，但是对美国政治更是一个打击。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司法部和其下辖的 FBI 对搜查背后的司法动机却一直保持缄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新就分析称，美国司法部深度介入民主与共和党两党的党争，看似不可能，实际上却早有先例。2016年6月，在司法部就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的电邮门调查得如火如荼之际，司法部部长林奇恰巧就在凤凰城机场见了前总统克林顿。其后不久，司法部长的下属联邦调查局局长做出对希拉里不起诉的决定。此事一经曝光，即引起舆论哗然。然而，由于当时希拉里参选的势头如日中天，事情最终不了了之。这个事情反映出来，党争这个激化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无论是这个联邦高等法院，还是美国司法部，它在政治上应该是中立的单位，中立的机构。但实际上从这个今年以来的这种种种迹象来看，像联邦高等法院它的这种接连不断的出现的这种判例，实际上有利于这个共和党保守派的，已经说明就是说这个机构目前实际上在向右转。那么司法部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因为它实际上是造成了对共和党未来最有潜力的这个总统参选人的一个打击，我觉得他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政治化了。不过就目前的风向来看，此次被搜家反而给特朗普再度借题发挥，捞取同情票的机会。其实在7月下旬时，特朗普就已经开始营造受害者的悲情人设。A friend of mine recently said that I was the most persecuted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then I thought about it, because I didn't have time to think much, because I'm always being persecuted. 在被搜家后，特朗普更是将这悲情人设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明确指出，民主党人就是企图用司法武器阻止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虽然搜查时自己不在家，但讲起来细节却一点都不少。
甚至还说他们在偷其他东西同时还偷了我的3本护照。很明显，特朗普也有意要制造一些这种话题，比如说关于他这个护照的问题，司法部已经澄清，就是大概后来就已经归还给他了。但是特朗普那么还在打一个时间差，还在讲说这个执法人员可能是偷走了他的护照。那么我觉得他还是在有意的利用这个事件来形成一个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一个舆论。而且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还紧接着再发出一封众筹群发邮件，呼吁支持者为遭受迫害的他有钱出钱。之后几天，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暗示这是拜登在背后发挥了作用，甚至还派出了他的儿子下场喊冤。I know the White House as well as anyone. I spent a lot of time there. I know the system. This did not happen without Joe Biden's explicit approval. 特朗普是一个十分会利用热点事件上头条的人，所以呢，这又是他故技重施的一次表演。因为特朗普方面呢，把这个事情给他炒作了，让这个事情变复杂了。共和党方面，尤其是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他们希望把这个事情闹大，并且呢，希望对外放出很多我们并不能确认的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各种细节。使得呢，特朗普能够维持热度。特朗普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对这个情况屡试不爽，就是他可以不花钱，使得自己呢不断的去爆出这种接近于丑闻，但又不能完全让他被一棍子打死的这样的情况，使得呢他能够永远占据热点的聚光灯之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可以不花钱，但同时呢获得大量的流量。实际上，中期选举的初选结果也证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是选票机器。截至8月18号，已经有235名共和党人获得了特朗普的背书。目前，他们在党内初选的总战绩达到了183比17，获胜率高达92%，其影响力不容置疑。可以说，凡是特朗普表态支持过的候选人，大都顺利当选，而凡是被他反对的候选人，几乎全部惨败。8月16号晚，其选举的资格，最终可能只有1人获得连任。其中几位决定放弃连任的议员说，特朗普的支持者经常因为他们投票支持弹劾而对他们发出人身威胁。议员冈萨雷斯近1年前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时说，他担心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学者指出，反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遭团灭，表明现在的共和党仍然是特朗普的政党，同时也是共和党与传统保守主义分道扬镳、拥抱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象征。上次这个大选这个国会山暴乱之后，实际上反对川普的那些共和党的议员大概率是要被共和党清除掉的。切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他是众议院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反川普，实际上他也被共和党实际上已边缘化了。大选结束快2年了，马上中期选举了，但是特朗普主义这个美国的政治社会包括它的思潮的基础和矛盾依然如故所以说这次这个搜查这个川普，包括切尼这个利兹切尼这个败选，实际上更进一步证明了，就是说未来的共和党，无论是不是川普再重新出来选，他肯定是一个特朗普主义的总统，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确定的一点。实际上，近来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通胀居高不下，让美国总统拜登和民主党陷入危机。此前，美国多项民意调查数据也显示，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因素，民主党中期选举可能将丧失最少30个众议院议席以及多个参议院议席。这也意味着拜登可能失去参众两院控制权。不过，拜登参加2024总统竞选的决心却变得越来越坚定。据多位拜登的幕僚和盟友透露，拜登计划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后启动连任竞选。然而，对于拜登竞选一事，民主党显得并不积极。许多民主党议员都表态称不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7月的最新民调更是显示，75%的民主党人希望在2024年换一位候选人。有不少民主党议员最近也建议拜登让位给更年轻的继任者，称美国需要新一代民主党领袖。8月6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刊文恳求拜登激流勇退，称现在的拜登被冲昏了头脑。拜登输的可能性非常大的。如果美国还是现在这种状态的话，那只能说，相比于川普，拜登还干得更不好，更糟糕。至少从经济上来讲，通货膨胀对于拜登的个人
政治威望，对于民主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美国的选民非常关注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他俩在2024年还是同台竞技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是美国政治的失败啊，这个这么大一个国家，然后美国两党，然后居然推不出这个总统的候选人，然后让这个都丢尽了脸的两个人，然后还在选举。其实啊，特朗普海湖庄园被搜查的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值得关注。请教一下张先生，您觉得这个 FBI 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特朗普出手，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说一种巧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次为什么共和党人反弹如此激烈，他们就是觉得这是民主党人给特朗普、给共和党挖的一个坑。那么这是为了重现过去在选举期间所制造的所谓黑天鹅事件的这样一种策略啊。我们知道在2016年在临近大选时 FBI 这个开启的关于希拉里的邮件门的调查，一定程度上是成为压倒希拉里大选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显然不是一个巧合。但是我们如果说他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特别设计呢？我觉得恐怕也不尽然，他更多的是借助这样一个时机顺水推舟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就在上周啊，共和党内最高调的特朗普反对者利兹切尼在中期选举初选当中惨败，这是否意味着在共和党内反特朗普的势力正在走下坡路呢？特朗普站台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他的策略的。他的策略就是选择那些胜选可能性更高的候选人进行背书，所以特朗普的背书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这种成功率高的背后是基于对于各候选人竞选成功率的这样一个计算，所以他无非就是把注压在了相对赢面更高的候选人身上。另一个方面呢，这些候选人如果持续的靠特朗普上台，那么他将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共和党整体的进一步的偏激，进一步的激进，这对于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民众而言，共和党的形象将出现更大的程度的逆转。那么《华盛顿邮报》上次搞了一个排名，特朗普现在在2024年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名单里面，他是处在第1位的。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他们又搞了一个名单，这次名单上面的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现在处在第1位，而特朗普处在第2位。特朗普现在竞选2024年的这个支持率差不多是在49%左右。那也换句话说，有一半的共和党人也是实际上不希望他出来参加2024年大选的。周先生，您觉得这一次民主党还有翻盘的机会吗？如果在这一次中期选举当中失败的话，会对美国未来的政治产生什么样影响？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是吧？总统所在的执政党在这个中期选举中一般都会输掉一些议席的。如果总统的支持率在42%左右，那么这个党众议员的席位可能在中期选举中丢失掉28个左右。而目前众议院内这个民主党只领先9个议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这个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是凶多吉少。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什么？2020年的时候，美国搞了一个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重新分配了，根据人口的比例重新分配了一些联邦众议员的这个席位的这个指标。民主党大本营啊，像加州啊、纽约州啊、伊利诺伊州啊，它都减少了众议院的席位，而共和党占优的佛罗里达州啊、亚利桑那州啊、什么德克萨斯州啊，都相应的增加了席位，这个就显然对共和党是有利的。特朗普身边的知情人士就透露说，特朗普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可能比原计划呢更提前宣布参选。不过呢，我们知道目前的司法部对特朗普的调查是穷追不舍，他能够成功参选的几率还大吗？他能够再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吗？周先生，有没有海湖庄园被搜查这件事情，特朗普王者归来是必然的，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有可能加速特朗普回到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所以这样呢，特朗普就可以把现在一切针对他的这个民事啊和刑事的调查，说成是民主党对我的政治迫害。当然了，美国宪法是吧，只是对一个人的认知年龄啊、出生地啊、在美国待了多久啊这些东西，他做了硬性规定，但并没有规定是吧？你犯了罪不可以当总统。所以在就任总统任职资格这个问题，如果要打起官司来，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估计也是不了了之。近期，拜登和特朗普均透露了参加2024年大选的打算。以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应该是不困难。届时啊，美国很有可能出现78岁的特朗普和82岁的拜登的2度对决。为什么美国会陷入这种老人政治的奇怪局面？这将对美国的社会以及政治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从各个角度上来讲，都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一个政治国家啊，它的政治家族、政治人脉，包括金钱政治的影响都非常大。而选举制度本身又使得很多选区成为安全选区，所以导致很多的候选人可以无限制的连任，最后就出现的就是大量高龄的政客。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新老交替没法进行，导致大量有才能的人上不来。关键是这一批老人，他们都是冷战的移民，思维僵化，总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是吧？对新科技、新经济这些业态啊，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不知不觉中就把美国带入到新冷战之中去了。这一点，我想我们中国人体会的是更加深刻的。那么从我个人认为，未来美国的政坛的可能的大趋势就是什么？就是政党轮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4年一轮回的这概率在大幅的增加。美国内外政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不稳定性和冒险性将进一步上升，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